郊外水庫的天空中傳來一陣震耳欲聾的轟鳴，一架巨大的灰白色飛機穿透雲霧，正準備進行下一步的機動測試。然而，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災難發生了。這架在高空飛行的龐然大物，機身中段突然發生斷裂，在空中呈現出一個 V 字形的彎折。緊接着，前段機身與後段機身在空中徹底分離，這架龐然大物轟然墜入水庫。它就是安東諾夫設計局的傑作，全世界最後一架能夠升空飛行的安22安泰運輸機。這不只是一架老飛機的終結，更是俄羅斯航空體系的徹底瓦解。上世紀60年代，隨着冷戰局勢的日益緊張，蘇聯軍方發現他們遼闊的國土和龐大的軍事機器面臨着一個巨大的後勤瓶頸。如何将部署在歐洲前線的重型裝甲部隊、龐大的防空導彈發射車，甚至整座工程橋梁，在幾小时內運送到西伯利亞的荒原、中東的沙漠或是遠東的邊界？當時蘇聯空軍裝備的運輸機如安12，最大載重只有20噸左右。面對動輒40噸以上的 T62中型坦克、龐大的飛毛腿戰術導彈運輸車以及各種大型雷達站，這些中型運輸機顯得無能為力。蘇聯需要一種前所未有的能夠吞下幾乎所有陸軍重裝備的空中巨無霸。這個極具挑戰性的任務落在了位於基輔的安東諾夫設計局肩上。在傳奇總設計師奧列格·安東諾夫的領導下，設計局在1962年正式啟動了代號為100號計劃的研制工作。安東諾夫和他的團隊面臨着無數不可逾越的技術鴻溝。首先是機身結構的設計，為了裝下寬約 3.8 米的主戰坦克，飛機的貨艙必須足夠大。R22最終被設計成了世界上第一款寬體飛機，它的貨艙長度達 32.7 米，寬度達到了驚人的 4.44 米。這種方正寬敞的貨艙截面在當時堪稱革命性，它奠定了未來所有重型軍用運輸機的基本布局。然而大的難點在於動力，在20世紀60年代，噴气式發動机的技術尚不成熟，油耗極高且推力有限，根本無法驅動一架起飞重量達到250噸的超級運輸機。如果採用常規的單排螺旋桨發動機，其功率又遠遠無法滿足要求。安東諾夫設計局最終選擇了一個近乎瘋狂卻堪稱工業美學巔峰的解決方案，採用由庫茲涅佐夫設計局研發的 NK12MA 渦輪螺旋槳發動機。NK12MA 是航空動力史上的一個奇蹟，單台發動機的輸出功率達到了驚人的15000軸馬力。為了將如此恐怖的動力轉化為向前的推力，每個發動機都配備了一組獨特的對轉螺旋槳。這種設計雖然極大地提高了推進效率，消除了單向旋轉帶來的扭矩效應，但也带來了一個無法避免的副產品：恐怖的噪音。當安22在空中飛行時，巨大的螺旋槳叶尖端在高速旋轉中會突破音障，產生連續不斷的微型音爆。這種聲音低沉、刺耳且穿透力極強，往往在飛機飛臨前10幾公里，地面上的人就能感受到空氣的震顫。R22也因此獲得了空中雷神的綽號。1965年2月27日，第一架 R22原型機在基輔順利升空。當這架翼展達 64.4 米、機長達 57.9 米的龐然大物離開跑道衝入藍天時，蘇聯的航空工程師們知道他們創造了歷史。在隨後的1965年巴黎航展上， R22首次在世界亮相。當它龐大的身軀緩緩降落在勒布尔热機場時，整個航空界和媒體都愣住了。他們無法想象蘇聯竟然默不作聲地制造出了這樣一架體量超越當時世界上任何一架飛行器的空中巨獸。R22不僅是一個工業奇蹟，更成為了蘇聯戰略投送能力的終極體現。為了讓這架巨型運輸機能夠在條件惡劣的前線簡易機場，甚至西伯利亞的冻土和泥濘跑道上起降，設計局為其配備了極其複雜的起落架系統。全機共有12個巨大的低壓主輪胎分布在機身兩側，每個輪胎都可以由飛行員在座艙內獨立調節氣壓，以適應不同硬度的地面。從1967年正式交付使用開始， R22迅速成為了蘇聯在全球投送力量的急先鋒。在多次戰爭中，蘇聯的簡易跑道幾乎每隔幾分鐘就會有一架 R22在發動機的咆哮聲中降落，卸下坦克和火炮。那是 R22的黄金時代，它撐起了整個蘇聯的空中脊梁。每一次起飞
都代表着蘇聯的意志和力量降臨於此。1991年，蘇聯一夜之間分崩離析。在瓜分蘇聯遺產時，222運輸機的歸屬是新成立的俄羅斯聯邦空軍，但222的研制單位安東諾夫設計局以及幾乎所有的核心圖紙、技術專利和原廠維護設備都留在了獨立後的烏克蘭。這意味着222在一夜之間失去了故鄉。俄羅斯空軍手中的222機隊開始面臨着無箭可換的窘境。一架重型運輸機由數萬個高精度零部件構成，其中許多關鍵軸承、液壓阀門和發動機桨葉都有着嚴格的使用壽命。為了維持這架龐大機隊的運轉，俄羅斯的機務人員不得不採取了一種極其悲涼也極其無奈的手段，航空界俗稱的同類相識。他們將一些由於達到飛行时限或發生小故障而無法升空的222拖進封存场，把它们当作零件捐献者。每当现役的222缺少某個關鍵零件時，機務人員就會從這些廢棄的機體上拆下相應的部件，經過清洗和檢測後安裝在還能飛的飛機上。通過這種拆東牆補西牆的方式，222機隊在後蘇聯時代的廢墟中艱難地維繫着微弱的生命力。到了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隨着零部件的枯竭，能飛的222數量開始呈現出斷崖式下跌。到了2024年，根據俄羅斯航空數據庫的記錄，整個俄羅斯聯邦境內被認為具備飛行能力的222僅剩下了可憐的3架，另有10架處於長期的封存狀態，其中大部分早已由於關鍵部件缺失淪為廢鐵。為什麼俄羅斯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還要硬撐着讓這幾架已經服役了50年的古董飛機繼續升空？因為殘酷的現實是，俄羅斯已經失去了生產這一級別運輸機的能力，而現有的替代機型根本無法填補它留下的戰略空洞。在222退役後，俄羅斯空軍的重型戰略空運重擔理論上應該由安124魯斯蘭來承擔。安124是一架最大載重達150噸的超級噴氣式運輸機，其體量和載重遠超安22。然而，安124面臨着比安22更加致命的問題，它的心臟D18T 大推力渦扇發動機完全由位於烏克蘭扎波羅熱的馬達西奇工廠生產。隨着兩國衝突的徹底爆發，馬達西奇工廠在戰火中遭到嚴重破壞，俄羅斯徹底斷絕了獲取該發動機備件和技術支持的可能。目前，俄羅斯空軍雖然名義上擁有一支安124機隊，但大部分飛機都因為發動機壽命耗盡而長期處於趴窩狀態。而另一個極端是1276系列運輸機。1276是一種技術非常成熟的中重型噴氣式運輸機，但它的貨艙設計相對狹窄，限制了它在戰略空運中的發揮。1276的貨艙寬度只有 3.4 米，高度同樣為 3.4 米，而安22的貨艙寬度和高度達到了 4.44 米。這看似只有1米左右的差距，在實際軍事運輸中卻是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更何況1276的最大載重根據型號不同在48至60噸之間，反觀22的載重則高達80噸。一架222可以輕鬆塞進一輛滿配的主戰坦克，並運飛數千公里，而1276在運載這些重型裝甲時，往往處於超載和極限飛行的邊緣。至於俄羅斯近年來極力推廣的最新改良型12476，雖然最大載重提升到了60噸，並換裝了新的發動機，但由於俄羅斯國內航空工業在後冷戰時期的萎縮、人才的流失以及管理上的混亂，其生產線效率極低，年產量往往只有區區幾架。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歐美國家對俄羅斯實施了全方位的科技和工業制裁，導致俄羅斯航空工業失去了獲取先進複合材料、多軸數孔機床以及歐美關鍵航電系統芯片的渠道，直接導致12476的生產進度陷入停滯，零部件缺陷和質量醜聞頻發。在這種背景下，那幾架222成為了俄羅斯空軍手中所剩無幾的底牌。2022年，俄烏爆發，讓俄羅斯前線對重型裝備和後勤物資的空運需求呈爆炸式增長。原本應該在基地裡逐步退役的222被硬生生拉回了高強度的運輸一線，每天在超載、零件缺失和高強度的飛行任務中透支着最後的生命力。它的每一次起飛都是在與死神賭博。2025年12月9日的那場慘烈空難，根據俄羅斯聯邦調查委員會和航空專家的初步排查，導致222運輸機在空中發生毀滅性斷裂的直接原因，
直指一個工程界最畏懼的詞彙——金屬疲勞。在航空物理學中，飛機每一次升空、爬升，在氣流中顛簸，最後降落接地，其機身成立結構都會承受一次次巨大的交變應力。對於一架制造於上世紀70年代、機齡已經超過50年的222來說，在它長達半個世紀的服役生涯中，已經承受了數千次的重載飛行和粗暴的野戰機場起降。每一次飛機的巨型發動機在空中咆哮，那4個15000馬力的 NK12MA 發動機驅動的共軸反轉螺旋槳都會產生極其強烈的低頻振動。這種振動在過去的50多年裡不停地傳導到飛機的機翼大梁、機身主框和連接部位。在正常情況下，這些老舊飛機必須定期接受極其嚴格的無損碳傷檢測，技術人員會使用超聲波、涡流或 X 射線等設備，像醫生給病人做體檢一樣，仔細掃描飛機的核心成立骨架。一旦發現微小的裂紋，就必須立即進行結構加強或更換大梁。然而在衝突持續、備件斷絕且航空工業遭到嚴厲制裁的2025年，俄羅斯的機務部門顯然已經無法為這架最後的222提供如此奢侈且專業的維護了。這架222在事發前剛剛經歷了一次維修，我們可以推測，由於前線運力的極度匱乏，222在維修時可能只進行了表面系統的修復和發動機的例行保養，而其深埋在機身內部、震動半個世紀的成立骨骼，其金屬疲勞已悄悄越過了安全的紅線。在12月9日上午，當飛機在上空進行調整時，積攢了50年的微觀裂紋瞬間失控爆發。那一瞬間，大梁斷裂，堅固的鋁合金外殼像紙片一樣被撕開，巨大的力量讓250噸的飛機在空中直接折斷。這不僅僅是一次由於操作失誤或天氣原因導致的意外，這是一次由超期服役以及工業體系崩溃共同導致的必然結果。而222的退役到底給俄羅斯空軍留下了多大的戰略空洞？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先來看看在同級戰略空運領域的其他機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美軍的 C-17 環球霸王3。C-17是美軍戰略空運絕對的中坚力量，它的最大載重約為 77.5 噸，最大起飛重量達265噸。從載重指標上看，它與222處於完全相同的生態位。然而，作為一款誕生於20世紀90年代的現代化噴氣運輸機， C-17在設計理念和操作性能上展現出了对老一代運輸機的全面超越。它採用了4台大推力渦扇發動機，不僅飛行速度遠快於渦槳飛機的222，而且噪音和震動極小，極大地延長了機身結構的疲勞壽命。更為關鍵的是， C-17擁有極佳的短距起降和野戰機場適應能力，它可以在長度僅有900多米的簡易跑道上安全起降。美軍目前裝備了超過170架狀態良好的 C-17， 雖然該機的生產線在2015年已經關閉，但由於美軍擁有極其完善的技術保障體系、充足的資金支持以及不受制裁干擾的全球供應鏈，這支龐大的機隊至今仍然保持着極高的戰備率和年輕的機體壽命。而在歐洲，空客公司研制的 A400M 阿特拉斯則代表了現代渦輪螺旋槳運輸機的最高技術水平。雖然 A400M 的最大載重只有37噸，體量上無法與222相比，但它採用了當今最先進的複合材料機身、全電傳飛控系統以及高度智能化的玻璃座艙。它於2013年開始服役，是一款面向21世紀後勤需求的全新產品。再看俄羅斯的現狀，在載重150噸的超重型領域，R124面臨着嚴重的停產和無備件停飛危機。在中重型領域，數量最多的1276由於貨艙窄和載重局限，無法承載主戰坦克等核心裝備。而在最關鍵的能夠承載主戰坦克的80噸級戰略中堅領域，隨着最後一架222墜入冰冷的水庫，俄羅斯的運力在這個區間徹底歸零。對於一個擁有遼闊版圖且正處於高強度軍事衝突之中的國家來說，空運戰略能力的缺失無異於被斬斷了快速反應的能力。在自身工業基礎被制裁鎖死、PD35大推力發動機研制遙遙無期的情況下，俄羅斯未來唯一的出路或許只能通過某些特殊的政治和外交渠道向外界採購重型運輸機。這種事在冷戰時期的蘇聯是不可能發生的。而阿爾安泰誕生於一個崇尚鋼鐵力量的輝煌年代，它將蘇聯的坦克、導彈和雄心壯志運送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是蘇聯最顯眼的空中名片。
他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飛過，在阿富汗冰冷的山谷中飛过，在冷戰落幕的廢墟中飛過。他見證了一個超級大國的轟然倒塌，也見證了創造他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們在歷史的洪流中流離失所，各奔東西。如今他的機身在空中攔腰折斷，帶着58年的疲惫與傷痛和那持續了半個世紀的咆哮聲，墜入烏爾斯克耶的水庫，永遠沉寂。本期關於222的視頻就到這裡，各位覺得沒了222，俄羅斯這80噸級的戰略空運缺口還能靠什麼來填補？歡迎在評論區說說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歡這期視頻，別忘了按讚、收藏、轉發。我們下期再見。